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爷俩。听到洪武的话，叶晨眉头微微一皱，随即开口道：你说的是那个沃尔特和他老子吧？对，洪武点点头，笑道：就是那个给王总他爸下毒，把他爸搞成双肾肾衰的那个美国貂毛，一坨屎。他跟他爹不是一直说他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吗？叶晨摆手道：他们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不可能姓霍格维茨。说着，叶晨想了想，开口道：霍格维茨这个姓氏，想来也是犹太姓，他们搞不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外戚。说到这里，叶晨恍然大悟，我大概想明白了，这个史蒂夫来金陵，说不定就是要找这对父子。他老爷子身体刚恢复，又想多当几年族长，说不定正要拉拢那些外戚。洪武忙道：叶大师，照您这么说，这小子来金陵是来跟您作对的，要不咱给他来个鸿门宴，明儿让他吃顿饱饭，吃完直接把他绑去养狗场，跟那爷俩做个伴儿。叶晨笑道：不至于，史蒂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，就等于是古代的太子爷。这霍格维茨大概率是某个老公主嫁出去之后生的孩子，可能还不是史蒂夫他老子的亲姐妹，这亲戚远了去了。要真是很亲近的关系，不可能人在你养狗场关了这么久，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不来找。洪武点点头，这倒也是。说完，连忙又问：叶大师，这小子既然是来找人的，那说不定就能找到养狗场的头上啊，到时候万一跟您翻脸，那岂不是后患无穷？叶晨笑着说道：你养狗场里养的狗，有一条算一条，把他们的蛋都借给史蒂夫，他也不敢跟我翻脸。说罢，叶晨表情严肃起来，开口道：这样吧，人家既然找上门来了，咱也别当着人家的面装傻装孬，你直接准备一辆里面完全看不见外面的商务车，明天吃饭的时候我问问史蒂夫，他要真是来找那对父子的，吃完饭直接把他请上车，带他去养狗场参观参观，顺便也让他见一见沃尔特和他老子，我看他到时候敢不敢多放一个屁。洪武不假思索地重重点头，成，我手下几个地下赌场接送客人用的商务车，都是后排看不到外面的，到时候我让人准备一辆。好。叶晨微微一笑，问道：洪天师在干什么？洪武道：洪天师在武道馆传授大家武道。叶晨点了点头，对他说道：你去告诉洪天师，就说我在总经理办公室等他。好。洪武道：叶大师您先去办公室，我这就去通知洪天师。香榭丽温泉酒店设计有数百间客房，能容纳上千名客人和几百名员工，现如今不再对外营业，只服务几百名武道学员以及配套的服务人员，所以多数房间和场地都空着。叶晨在总经理办公室坐了一会儿，身穿唐装的洪长青便快步来到门外，在敲门得到叶晨的许可之后，洪长青推门而入，一脸激动地说道：叶大师，您可有日子没来指导属下工作了？叶晨微微错愕，随即调侃道：洪天师回国不久，没想到国内的场面话倒是学得很快。不，洪长青连忙摆手，认真说道：叶大师，在属下看来，您有通天之才，能当面聆听您的教导，是属下的荣幸，也是属下的机缘。叶晨看出他很是诚恳，却还是非常谦逊地说道：洪天师，武道一途，我知之甚少，不像你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在太真道教过那么多弟子，教学方面是绝对的资深，我哪有资格对你的教学工作指手画脚？说罢，叶晨问他：最近这边一切都还好吗？洪长青拱了拱手，恭敬道：回叶大师，这边一切都很好，有您给的太真混元道后续心法，所有人的根基都打得非常扎实，这批学员的进步速度，是我这么多年授业中见到的最快的一批。叶晨想起他的弟子龙思琪，先前这个女孩子便自作主张，将整个太真道全都带来了华夏，算是投入了自己门下，只是自己没时间管理，又都交由洪长青来训练，于是便好奇地问道：
你们太真道那些弟子们修炼的怎么样？洪长青忙道：回叶大师，太真道弟子修炼速度也比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快了很多。思琪这丫头现在跟拼命三郎一样，每天除了修炼就是修炼，进步神速，超出我对她的预期。说着，洪长青又忍不住感叹，可要论进步的速度，思琪也只能排在第二。这其中进步最大的是伊藤小姐，而且最近这2天，伊藤小姐的状态又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甚至连主下都有些看不明白，伊藤小姐现如今究竟是什么境界，实在匪夷所思。叶晨惊奇地问道：你说菜菜子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？对，洪长青重重点头，赞叹道：伊藤小姐的悟性是属下这么多年见过最好的，她总是能给人一种超然的感觉，令人惊叹。叶晨也不禁好奇起来，按理说菜菜子刚入武道之门并没多久，虽说她之前服过自己给的回春丹，身体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但武道之门还是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，就算是修炼速度比一般人快一些，但叶晨觉得也不至于让洪长青感觉到如此惊叹。于是他便开口道：对了，伊藤小姐今日来了吗？来了。洪长青忙道：伊藤小姐此刻正在武道馆。叶晨点点头道：洪天师，你去告知一下伊藤小姐，让她来这里见我。另外，今天的授课结束之后，辛苦你告诉所有学员，明日一早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，你也顺便统计一下人数，给我一个精准的数字。先前叶晨为了让这里的学员进步速度更快，专门为他们调配了一些口服液，其中的有效成分自然是自己炼制的各种丹药。不过由于事务繁忙，叶晨原本是想等菜菜子、秦傲雪、陈泽凯以及洪武他们都入了武道之门后，便把那些口服液都分给学员们，帮助他们加快一下修炼的进度。但是后来事情比较忙，还没来得及把那些口服液分给这里的学员。这里的学员现如今人数比之前多了不少，之前除了菜菜子、秦傲雪他们几个女孩，主要是何家人和万龙殿的将士，但是后来那个性格有点虎的龙思琪直接把整个太真道搬来了华夏，所以这里的人数也多了不少。好在自己香榭丽的半山别墅里有了一套简易的口服液灌装设备，今天下午可以抓紧时间再灌一批。洪长青并不知道叶晨有什么礼物要送给大家，于是便恭敬地说道：叶大师放心，我这就去通知伊藤小姐。至于现在的人数，如果属下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426人。陈泽凯陈总这段时间去燕京了，如果算上他，就是427人。好，叶晨点点头道：我稍后通知老陈回来，明天早上8点，所有人在武道馆集合。